从猛攻庶子到权倾天下，我陪萧启渊熬了8年。阿武，总有一日，我要让你做天下最尊贵的女子。后来他真做了皇帝，我却成了皇后身边最卑微的洗脚婢。他把我困在地牢折磨，用烧得通红的烙铁在我小腹烙下一个奴字。你只能永远留在朕身边，做朕的一条狗。我终于死心，河清路上纵身跃下悬崖。听说后来萧启渊多年不问政事，求仙问道，想找回一个人。父母，你真碍眼！阿武，若你不开心，我跟皇上说，让你入宫做贵妃，好不好？你以为你现在吃苦肉计，朕还会心软？这簪子是朕亲手雕刻，送给皇后的生辰礼物。你摔碎了它，是对朕、对皇后不敬。跪在殿外悔过吧。当初你违背指令，宁愿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任务积分消耗一空，也要救他。你在地牢受尽折磨时，他和他的小青梅情投意合，谈婚论嫁。现在他这么对你，你后悔吗？算了吧，皇上，阿武也不是故意的。你天性善良，自是无法想象他的恶毒。你本就身子弱，当初为了救朕伤了腿，落下病根，如今更是要小心将养着才是。臣妾知道，当初为了救你伤了腿的人，分明是我。警告：禁止宿主向任务对象透露违反规定的内容。凤舞溪，你凭什么以为朕还会相信你拙劣的谎言？是廉耻！来人，给我看好了凤舞，今夜就这么一直跪着，不许起来，不许睡觉。他是要惩罚我，罚我亲眼看着、亲耳听着他和别的女人洞房花烛夜。皇上是明君，对待我们这些工人也向来宽厚，怎么会罚他跪在雪地里呀？你不知道，当初皇上还未登基前，曾有过一次性命之危，他丢下皇上，毫不犹豫地跑了。最后还是咱们皇后娘娘冒着性命危险才救下皇上。从前我与萧启渊分明不是这样的。起初他还是宫中最不受宠的皇子，我身怀系统而来，却在任务过程中爱上了他。阿武，有朝一日我做皇帝，一定给你天下最尊贵的位置。我陪了他6年，直到3年前，他被穷途末路的6皇子派人暗杀，身中剧毒。我跪在太医院门前3天3夜，跪伤了膝盖，却没有一人肯来医治。最后，我违背系统指令，把他从生死边缘救了回来，也因此被系统带走，关在地牢整整2年，日夜下经脉寸断之痛。等我逃出来时，萧启渊成了新帝。我出来那天，正是他昭告天下要立苏婉清为后的日子。凤舞溪，原来你还知道回来啊！当初朕快死了，你弃朕一走了之，如今见朕得势，又厚颜无耻的回来找朕。我这才知道，当初不顾自身安危，舍命救萧启渊的人，成了他的小青梅苏婉清，而我成了见他大势已去，独自逃走，苟且偷生的小人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我。宿主不能向任务对象透露违反规定的内容。凤舞溪，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，朕是恨不得杀了你。既然如此，放我走吧。你做梦！从今日起，你为凤舞，留在宫中，用余生赎清你的罪过吧。恭喜宿主触发了新任务，让如今恨你入骨的萧启渊再次爱上你。皇上有旨，命凤奴入室，为皇后娘娘准备热水沐浴。原来你真的是要恨我。不过在殿前跪了1夜，便摆出这么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凤奴，你可是对朕心有不满？奴婢不敢。好一个不敢！你不是回来攀龙附凤的吗？来，跪下，讨好我。你既然要回来攀高枝，连伺候男人的本事都没学会吗？还是不愿用在朕身上？萧启渊，你到底拿我当什么？凤奴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，你是宫中身份最低贱的女人，还不快些扶皇后去沐浴？
到底是你会耍心机，怎么当初能在太医院前跪3天3夜，如今到1宿都受不住了？故意倒在皇上面前，莫非还指望他像从前那样偏着你吗？原来你还记得，跪在太医院前3天3夜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苏婉清，你冒领我的功劳，不怕日后遭天谴吗？那又如何？皇上信我，不信你。萧启渊登基不久，忙于朝堂之事，不能每天来看望苏婉清，于是他想方设法以折磨我为乐趣。前些日子皇上送给本宫的银耳坠，不知掉在御花园哪里了，凤奴去替本宫找找吧。你为何在此？之前皇上送给娘娘的耳坠不见了，让凤奴帮着来找找。既是皇后之命，没找到便不要回房了。直到夜色已深，我终于在湖畔一处偏僻的雪堆里找到了苏婉清丢的那只银耳坠。带回去给她时，萧启渊正扯着她，跌坐在自己怀里。不许走，你就留在这里，守着朕和皇后。皇上，让凤奴下去吧。不过一个低贱的女奴，偏是在旁边守着又能如何？怎么？觉得恶心？怎么？萧九晨碰的你，如今朕碰不得？萧九晨，六皇子的儿子，他已经死在了2年前的尖叫之乱中，据说连尸体都被野狗啃吃的残缺不绝。那是萧启渊刚在先帝面前露脸的时候，萧九晨带着其他皇子在想方设法刁难他。我去找他，求他放过萧启渊。你若敢躲一下，姑便让萧启渊病死在他宫中。羽线擦着我耳畔飞过，我一动不动，能让他3个时辰的佛剑靶子。六皇子，求您放过萧启渊。姑为什么要放过萧启渊这么个有趣的玩意儿？不然你来做更有意思的玩具啊！姑便大发慈悲的饶过他。那一晚，我被萧九晨关在水牢，试了许多药，靠着吸毒才算捡回一条命。也放心毒说，六皇子以后不会再为难你了。当初你去找萧九晨却一夜未归，怕是那一次便早脱了衣裳，自己送上他的床榻了吧？凤无心，朕永远忘不了这件事。是，你就是什么都比不上他，不管文韬武略还是床上功夫，你都烂透了。萧启渊，我真后悔当初没跟了他，更后悔你怎么不死在3年前。廉耻！下贱！为深情皇位，萧启渊，你不是更下贱？凤奴，朕命人给你打上记号，好不好？住手！萧九晨已经死了，你只能永远留在朕身边，不止你一条狗！杀了我，萧启渊！死太容易了，阿武，你背叛朕时，就该料到会有今日。我不用再去服侍苏婉清，萧启渊是日来我房中，在床榻前折磨得我死去活来。听说因为凤奴勾引皇上，皇后娘娘气得旧疾复发，卧床数日不起，连太医们都束手无策。皇上已经下了旨意，广召天下神医。你笑什么？我笑老天有眼，苏婉清的报应倒是来得很快。毒妇，皇后与朕有救命之恩，你这样恨她，是不是因为心中怨朕？恨朕没能死在3年前，死在萧九晨手中。是。那一日，越国有使臣进京拜见。臣奉命带来了能治贵国皇后顽疾的神药，只是作为交换，想向陛下讨一个人。吾皇多年前有幸得见凤姑娘一面，自此念念不忘。若陛下肯封凤姑娘为女使，治越国和亲，既可治皇后顽疾，亦能保2国100年交好。如今你不花甲之女，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见过我。无论是我还是萧启渊，都很清楚，这不过是苏家为了苏婉清设下的一个局。凤奴，朕会免去你的奴籍，封你为女使，
3日后启程前往越国和亲，你可有异议？小祈愿，我可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我这一生最害怕的就是背井离乡，去陌生的地方。有我在，阿武再也不会背井离乡。他将我的恐惧铭记于心，在等我反抗。凶手，奴婢不敢。谢皇上恩典。隐藏任务失败，请宿主5天内脱离该世界。你就那么恨我啊？宁可去你最害怕的地方，也要离开我。皇上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。哦，为什么救治的人是苏婉清？这还以为会是你。因为你不配合，强行求来的东西不会有好结果。我后悔救你了，小祈愿。真的永远无知无少，每天是那木偶准备做成自救，他一直都在追求爱与自由，我在幕后黑手，别劝我封手，你们别太荒谬，每天是那木偶终于脱身自救，我是被灵魂的骷髅，要想选择7年前，我穿着嫁衣，在河西途中跳下悬崖，坠入一片白光之中。本以为接连2次任务失败会被系统直接抹杀。系统，我是不是最失败的穿越者？宿主，所谓爱恨无非利用人心弱点的一场博弈，历任穿越者几乎都会在第一个任务时结败给任务对象，请宿主不必介怀。既然如此，为何还会触发所谓让他再度爱上我的新任务？又为何不许我告诉他真相？因为你回去时尚且心怀希望，如果他肯信你，根本不需要你特意告诉他。我也从系统口中得知这7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小祈愿终是知道了真相。当初皇上身中奇毒，邹太医即便行医数10年，亦束手无策。最后是那位在太医院门口跪了很久的姑娘，她遣散了所有人，把自己和您关在房间里一整夜。第2天，有人壮着胆子推开门，发现那位姑娘不见了，皇上的毒也已解了。说的那位姑娘可是苏家嫡女，如今的皇后苏婉清。是从前跟在您身边那位姓凤的姑娘。皇后娘娘当时也在场，她说此乃妖异之事，切不可外传，所以是我错了。七变想，我叫凤舞溪，舞溪，以后我别唤你阿武了，你只能永远留在朕身边，做朕的一条狗。阿武，有朝一日我做皇帝，一定给你天下最尊贵的位置。原来那时候你这么疼，对不起，阿武，我错了。萧齐元即位的第5年春，一纸诏书废了苏婉清的皇后之位，苏家门庭一夜没落。他下旨建拜月台，召集天下能人异士，求仙问道。这些年，他疏于政事，原本属于萧齐元主得的城池领土，已经被吞并了近3成。兜兜转转的7年后，我又回到了这个世界，而我此次的任务就是协助女帝灭了楚国。你是说，你这些年周游列国，曾见过海外蓬莱仙山？正是，仙山上云雾缭绕，亦有仙人出没。那你可曾见过一个人？倒有几分眼熟，不知陛下与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朕的发妻。据在下所知，陛下的发妻苏皇后，如今似乎人在冷宫。朕说的不是他，还请仙师先在拜月台住下，晚些时候，朕会亲自前去拜访。敢问仙师，您姓大名？回陛下的话，在下已入修行之道，从前俗名落伍。是你吗？如今见他这样绝望懊悔，我倒觉得欣喜。他从来不曾全心全意的信过我，而我曾经真心实意的爱过萧齐月，付出了我全部的真心，却没得到他一星半点的信任。人们总是会如融化作你指尖遗留的那一线红尘。第2个世界的任务是攻略庞大家族中不受宠的庶子。在系统的安排下，我成了府中寄人篱下的表小姐。
那是个神情阴郁的少年，防备心极重，一如当年的萧齐月。第一次接近他，是在他被推落入水，高烧不退的时候，我煎了药端过去。劳烦姑娘先喝一口。爱喝不喝，你一条贱命，值得我搭上自己？抱歉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这一次的攻略，我并未再付出真心，反而出奇的顺利。系统告诉我任务成功时，恰逢我们大婚之日。阿武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送主可知，此违背指令，将他救回。你在嘲讽我？任务完成，宿主可随时选择脱离该世界。现在就走吧。后来，我又去了无数个任务世界，攻略过许多对象，也完成了许多其他任务。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这个有萧齐渊的世界，当真是孽缘。洛武是在下俗名，除了最亲近之人，旁人不该这般称呼。若陛下愿意，可称呼我为洛先生。殿下有话要同我讲吗？我觉得好像离楚国的京城越近，你的心情就越不好。面对楚国的皇帝时更是如此。阿武，你之前认识他吗？时候不早了，殿下早些回去休息吧。皇姐说，情爱是由谎言织成的，专用于女子的牢笼。有些人困顿一生都没发现，这龙门其实从未上过锁。阿武，他为寻仙问道疏于政事，不算个好皇帝，将自己的皇后扔进冷宫折磨多年，更不算是好夫君。他不值得你喜欢。不会，我回来是为了把受过的痛苦都还给他。我想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我想再见他一面。陛下说的可是那位与我同名的阿武姑娘？是。若如陛下所说，她是您的发妻，您为何要立苏皇后为后？又为何会与她分开呢？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，我同她年少相识，相伴多年，不离不弃。可后来，因为一场误会，我用最卑劣的手段折磨和羞辱她，所以她选择离开我，让我再也找不到她。您与她相识多年，两情相悦，既然如此，应该很清楚她的为人，又为何会误会她呢？还是说，陛下的爱或许只是空中楼阁，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曾给予？陛下万剑之躯，何等尊贵，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因为我曾在契机之时这样待过他，我想亲自感受一下他受过的痛苦。陛下一片真心，我已感受到了。我有办法让陛下见他一面。想见故人，唯有在雪落时跪在这拜月台上潜心祈祷，只是不知陛下肯吗？萧齐月，你如今的后悔绝望中，又能带有几分真心？阿武，皇姐交代我们的事情中，似乎没有折磨楚国的皇帝这一项吧？只是觉得好玩罢了。这些天我在京城，除了按皇姐的吩咐做事，也打听了一些楚国宫中曾经的秘辛。真巧，楚国皇帝这么多年求仙问道，想要找回的那个人，居然也叫阿武。据说那位阿武姑娘与他相伴多年，他却对他差极了。新婚之夜，令他跪在雪地里一整夜，后来有几番羞辱折磨，还打算将他送去越国，给那快要入土的老皇帝和亲。自然，越国早在3年前就已归顺吕国，甘愿对着皇姐俯首称臣。但那位阿武姑娘却在和亲的路上跳下了悬崖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说这些。阿武，我只希望你开心。等林青兰统一四海之后，我就会永远的离开这里，不要在我身上花心思，没可能的。倘若是我先遇到你，必不会让你吃这些苦。人心易变，世事难料。很多年前，我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还是个倔强少年的萧齐月，何尝不是怀着这样的心思，立下誓言说他永不负我。到底物是人非罢了。殿堂之上，被现实两散。雪地一跪，如我当年一般，他发起了高烧。我用任务所得的积分，跟系统换了一重幻境，画着曾经凤舞溪的模样。阿武，终于见到您了，对不起，你回来好吗？萧齐月，你凭什么以为我还会相信你拙劣的谎言？不知廉耻！对，是我贱，是我不知廉耻。阿武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丢下我。萧齐月，我曾为你熬尽鲜血，如今只剩恨意滔天。你我生生世世永不相见，方是解脱。
别这样待我，我。陛下可有瞧见那位阿武姑娘吗？她应当是很气我，我还想再见她一面。陛下不担心她恨你吗？恨我也好，那是我应得的，就该受着。只要能见到她，吃下去就可以见到凤舞溪。我又化作凤舞溪的模样，冷若隐隐地跟她说几句话，都是她曾经用来羞辱我的。如今我原化凤还，不仅如此，我还会抽她耳光，掐住她的脖子，她濒临窒息时才肯松开手。可萧齐渊来见我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每一颗服下的丹药之中都含有慢性毒药，直到那一日。阿武，大事已成，萧齐渊多年疏于政事，朝中早就人心不稳，几位担任要职的重臣皆被我们策反。你会舍不得杀他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是谁的地狱？陛下可以吃了，说不定今日相见，阿武姑娘会待你友好一些。阿武，我知道是你，你的眼睛总是和别人不一样的。真下贱啊，萧齐渊！既然知道是我，怎么不肯戳穿？像条狗一样被我耍得团团转，你倒还觉得开心吗？我就知道，你绝非一般人，不会死的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苏婉清、苏家的人，还有那所谓的越国使臣，我一个都没有放过。不放过他们有什么用？最该死的人是谁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萧齐渊，从你13岁起，我就在你身边。你被那些受宠的皇子欺侮，多少次都是我挡在你身前。我本也不求你的回报的。对不起，阿武，对不起。没有苏婉清的挑拨，你依然会怀疑我。那天我留在小九城宫中一夜未归，你当真不知道我去做什么了吗？你是知道的，可你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。从前你靠着我的保护艰难求生，后来又靠着苏婉清赢得苏家生存。我说你卖身求皇位，错了吗？你曾经发誓说永不负我，永远不会伤害我，但你没做到。好，我重新开始好吗？你给我一个赎罪和补偿的机会。没有必要了，萧齐渊。这世上最廉价的东西，就是造成伤害之后的可笑回忆。无非是曾经他觉得江山远比我重要，所以宁可对苏婉清拙劣的谎言装聋作哑，也要苏家始终站在他那一边。而江山大权在我之后，他又开始追悔缅怀，似乎只要悔过了，重新找到我。那个曾经却像如小兽般的少年萧齐渊，就还没有被他亲手杀死。我的确真心实意的爱过你，你既然说爱我，想要赎罪和补偿，那便用你的命送我回家吧。让一点一滴随着用力爱过的经历，相爱8十90天这一杯破旧的回忆，应该清醒，生命也还算平平，也许我深入想念的腹地，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夜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，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9月之间拥抱你，萧齐渊。灵云冉冉升起，在无尽眼光里，我静静。